上周啊做了范增再婚的节目啊，节目播出之后啊，我看有一个哥们儿在下面评论说，他说范增这个人呢就应该让翟欣欣嫁给他，很多人给他点赞呢。话说我看了这个评论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太狠。这范增虽然做了一些不太地道的事情，但也不至于娶翟欣欣。翟欣欣你想想，那最后逼死了自己的亲夫，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马上要判刑了啊。范增老先生虽然说这个86岁再婚啊，梅开四度啊，但是毕竟人家还是为祖国的书画事业做了一些贡献嘛，我觉得真的不至于啊。大家我觉得评论没有必要这么刻毒啊。但是也有人说，王局啊，你多讲讲这些江湖八卦，因为你平时的节目啊，老是搞这见证，是吧？看多了之后啊，得这个政治抑郁症啊。你的同事柴静不是最近做了一期节目叫政治抑郁症了吗？什么叫政治抑郁症？就看了你这节目之后，最后天天全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抑郁了，因为必须得看新闻联播才能调整，但是看新闻联播又恶心，那怎么办呢？最后呢，就心里头不健康了嘛。所以你多讲点这有点色彩的八卦的，是吧？那我们看完之后会心一笑，你这节目啊就丰富了，也能赢得更多的观众。我觉得有道理。我们今天再讲一个江湖上一个人物的故事啊，讲谁呢？我们讲徐土豪徐波的故事啊。徐波啊，最近啊一直在新浪微博的热搜上，就是他跟二妞妈的故事啊。据说他是被一个自己的女朋友啊骗了3个亿人民币，实际上是8个亿啊。然后呢，最后追回来5个亿，还剩3个亿啊。这个消息出完之后啊，那这个整个互联网就炸了。你想想，3个亿什么概念？很多上市公司在整个存续期间都没挣3个亿，结果呢，徐土豪被自己一个女朋友就卷款卷走3个亿啊！你想想，这有钱人的世界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我估计在这所有人中间啊，多数人都有点幸灾乐祸。为什么呢？普通人呢不会太像有钱人那么有钱，但多数心里都希望有钱人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时不时倒个霉。有钱人倒了霉了，很多人看完之后呢，也觉得这世界有点公平啊。我觉得有一个人肯定会心里非常难受，这个人就是方舟子。为什么呢？因为方舟子啊跟徐波啊那是老熟人呐。方舟子当年曾经骗过徐波300万，后来呢这300万被我打官司给要回来了。所以你想想，方舟子心里看完这个消息得多难受啊！他自己处心积虑啊骗了徐波300万，最后还被我给要回来了。人家那个女的，就是跟徐波生了2个孩子，最后就骗走3个亿。你想想，方舟子心里能平衡吗？方舟子自认自己的智商很高啊，这么高的智商，如此处心积虑骗了300万，最后还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结果人家女的骗走3个亿，你想想，对方舟子来说，那不是心如刀绞吗？所以我觉得这方舟子啊，我发表了这个评论之后啊，方舟子当时就回击啊，王志安怎么样的，果然破防了啊！我觉得方舟子也不要这个破防。人家那女朋友跟徐波之间，毕竟人家生了孩子了，你方舟子能给人徐波生孩子吗？有本事你给人徐波生孩子去，你生了孩子，说不定你也能骗3个亿啊！咱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徐波啊的故事啊。我觉得徐波这些往事，江湖往事挺有意思的啊。徐波这个人呢是武汉人啊，他自己呢幼年生活也不是特别幸福，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间长大，没有上过高中，上初中之后就辍学了。之后呢，他就南下广州去打工，进了网易的游戏。网易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啊这个平台里头最早搞游戏的，搞得也非常成功。当时啊，这徐波进入到网易游戏的时候呢，网易游戏有一款游戏叫《大话西游》，他就在《大话西游》里头做游戏的客服啊。所谓客服，无非就是这游民啊有什么问题了，要充值了，或者说服务不好了，给他打电话让他解决啊。但是这个《大话西游》啊，当时啊做得不好，正在这个衰落之中。徐波这个人虽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啊，但是在游戏方面他真的是有点天才。一般的网易客服也不就是打电话嘛，但是他就看这些游戏怎么打的过程中间，他还看那游戏开发部门怎么开发，他就灵机一动。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他就跟网易的游戏部门的主管讲，他说你们这个游戏得改版，不行，我给你提一个这个 idea 主意，是吧？要重新弄这个《大话西游》。结果他把他这个策划方案拿出来之后，这网易游戏的主管一听，哎，可以啊，小子，是吧？于是这个
徐波啊就不再做这个网易游戏的客服了，就是以策划的身份进入到了《大话西游》改版的这么一个创作团队里头来。这个《大话西游》改版之后啊，立刻成为一个爆款呐，那可不得了了，天天给网易赚了那么多的钱。这个徐波呢，地位也变了。那当时网易给他的工资，第1个月给了1万，第2个月给了2万，第3个月给了4万，第4个月给了8万，第5个月呢给了16万，第6个月呢给了32万。这是徐波亲口跟我讲的啊。然后呢就固定了，就不给他涨了，就是1个月32万块钱。对一般人来说，1个月32万块钱，那肯定是一笔巨款，1年将近400万人民币。但徐波知道啊，这游戏赚多少钱呀？他觉得他的这个贡献远远没有体现在这个收入里。后来他就据说是跟丁磊谈，要求涨工资，双方没有谈成。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徐波就带着网易游戏的几个开发人员、工程师啊、程序设计员呢，就离开了网易，自己创业。他找到了小米公司的老板啊，雷军。融资了1000万人民币，于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叫金山多益啊。你看这金山多益是因为雷军当时投了1000万的风投嘛。结果他开发的第一款游戏名字就叫神武，这个神武啊，其实就是他在网易里头搞这个大话游戏的新版，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搞出来之后呢，立刻在网上也爆火了。结果网易就不干了，网易就说你徐波在网易开发这款游戏啊，这是职务行为，你不能带走啊。你这带走的话，违反竞业条款呢，就相当于你剽窃了在网易期间的这个职务作品的知识产权呢，就把这个金山多益告上了法庭，要求赔钱。好像最后法院判决这金山多益啊赔偿网易1500万人民币啊。但不管怎么说，这徐波的游戏公司算是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没多久，他就把雷军的1000万的融资啊，以这个数倍的价格买回去了。所以他的这个多益网络啊，他的这个公司里的股份100%是他一个人的。这几年这游戏做的风生水起啊。这游戏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那是现金奶牛，天天这个源源不断的有钱进来。他自己每年的纯收入，这个多益网啊，15亿还是20亿人民币啊？那你想想，他确确实实富豪啊，上过中国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徐波啊，这个当年跟方舟子是怎么打交道的呢？说来也话长啊，因为徐波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嘛。那方舟子当年啊，你别看他现在惶惶如丧家之犬啊，在这个推特上也没人理他，在油管上也没人理他，但是在当年在中国曾经确确实实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大家英雄嘛，两袖清风啊，当代鲁迅啊。那刘菊花说是过节是同弦呐，是吧？就是太干净了，全世界都讨厌他。但是真想树立这样的人设，是吧？那你想想，那迷倒了很多像徐波这样的人呢。徐波就觉得方舟子了不起啊，因为当时方舟子不是搞了个安保资金吗？安保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萧传国他打假方萧传国，萧传国找了自己的亲戚去砸了他一锤子，这腰这个地方擦破了点皮，抹了点红药水。方舟子说：“哎呀，那不行了，这个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了。”跟彭建这哥俩一合计，成立安保资金，就是让全国人民捐钱保护他的安全。国宝啊，大熊猫啊，这个如果被砸死了，是全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啊。所以呢，就是有人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捐钱，捐了200多万。实际上的钱捐进去之后呢，方舟子就拿去买车，给自己家开雨丝书屋，雇保姆，租房子啊，然后自己出门坐头等舱，其实都是用于个人挥霍。但方舟子想，他的这个安保资金呢，是不太可能被人发现的，就他自己做的这肮脏事儿。为什么？因为彭建跟他是铁哥们儿啊，彭建是这个资金管理人，然后他找了4个说资金的监管人，什么吴兴川呐，还有他一个书店的老板呐，还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老师啊，这几个人呢都是他的铁哥们儿。事实上这些人也不管，钱就是彭建来管。然后这个钱呢，又平时不公布，只公布这个进款总项，其他的都不公布了。那你谁能发现呢？对吧？所以源源不断进的钱，他跟彭建这2个人就花天酒地，拿着钱就花。这你想想，这太爽了，天天躺在那儿就有人给自己捐款，对吧？结果这个时候呢，到了1915年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啊，那罗永浩不是还质疑过他吗？结果也没什么事儿嘛。结果这个时候啊，徐波就出来说，他说你们这个安保资金关门吧，你所有的安保问题我来给你负担，你花多少钱我给你出。方舟子说不用，不能。为什么不能？
因为这钱如果徐波给他用安保资金的话，肯定就是只用于安保嘛。但方舟子跟彭健想的是什么？这钱是进了我们的口袋，我们得花呀，对吧？我们得自己去雇保姆呢，坐头等舱呢。那你徐波能给我们出这个钱吗？不能。而且你徐波知道这个，就算你能，你哪天有公布了之后，那方舟子人设不破产了吗？所以不要徐波的钱。结果这个时候他们就传到徐波捐钱，于是，在2015年的1月13号，徐波就在他们传导下给安保资金捐了300万人民币，这是安保资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这笔钱捐进来之后，方舟子和彭健高兴坏了，彭健立刻拿这个钱呢，就去买了一套房子。这是他们哥俩诈骗安保资金的这个事情啊，但是社会上人都不知道啊，两个人高兴的不得了啊，对吧？然后方舟子原先出门还坐经济舱，以后我查了那个记录，全都改成了坐商务舱和头等舱，全家一起出行，全部都是商务舱、头等舱。你想想，有钱了嘛，攀上徐波这么一个金主嘛。结果没想到世事难料啊！2016年的时候，方舟子跟徐波闹掰了。徐波啊，我就说一直是在方舟子倒台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其次的一环是我，这2环加在一起把方舟子彻底干倒啊！这我给大家讲一下。2016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同事叫柴静，做了一个纪录片叫《穹顶之下》，在网上播出。当时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啊，全中国人都在讨论《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方舟子呢，当时就开始醋性大发。为什么？方舟子这个人看谁出名，看谁就是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心里就难受，心如刀绞。他认为全世界的目光都应该关注到他身上。所以你看方舟子打假，他专门搞名人，我说的打假都是打了引号的啊。他就看谁出风头，他心里难受。他看着柴静这个纪录片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关注，他心里难受，他就开始天天在网上用那个显微镜就看，这个字幕错了，你看这个数据错了这个错了，他天天挑毛病。那挑毛病嘛，一看那个状态就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就是想把柴静这个纪录片打倒。这个心态大家都看得出来。方舟子的小心眼，说实在就这么大，真的，我觉得他不如耗子的那个心眼大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徐波看着说就觉得看不过去了。徐波就说什么呢？他说，人家柴静做这一期节目总体来讲是好的，你就算有些问题，你心平气和讨论，你也不能这么讲，对不对？方舟子听到徐波这句话以后，大发雷霆，火冒三丈。他其实内心对徐波是瞧不起的。虽然徐波给他捐了300万，他非常鄙视徐波，所以他就开始说很多脏话粗话，骂这个徐波，骂得非常之难听。难听到什么程度？最后竟然说徐波捐款就是有意的恶意捐款。大家听这词儿恶意捐款呢，徐波就火了。徐波当时就说，那既然如此，那你把你花我的300万退给我吧，你别花我的钱，你一边花我的钱一边还骂我，这事儿说不过去，对吧？方舟子当时就两眼一闭，说什么我没花你的钱我怎么花你钱了呢？你是捐给安保资金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安保资金的钱不退不退。徐波这一听难受是吧？那被人羞辱捐了钱之后还遭受这种羞辱，于是徐波就去到武汉警方去报警。要我说，人做事情不能做太绝。方舟子这些人之所以倒台，其实就是事情做得太绝。按说徐波给你捐了钱，你就算是你觉得对方跟你之间说话互相之间不好听，按照中国人正常的做法也就不吭声就拉倒了。但是他羞辱徐波，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埋下了他最后覆亡的种子。徐波到武汉市警方去报警之后武汉警方要进行案前调查就开始调查方舟子和彭健是不是诈骗了。正好此前那方舟子他不是搞我吗？那我也在网上进行调查方舟子和彭健是不是诈骗安保资金了双线在调查。后来武汉市警方就到北京来找我，因为方舟子的那些雇的那些亲戚给他卖书的人，最后都成了我的线人嘛都给我提供他的情报他在哪租了房子雇了保姆这个那开的那个车买的车放哪儿都让我给查出来了。我把这些信息就交给了武汉市警方。最后呢，你想想，彭健拿钱去买了房子，方舟子买了2辆汽车，然后自己开语私书屋，最后家里雇的保姆，全家出行全是头等舱，都是用安保资金出的钱，这不就是诈骗吗？
证据确凿。结果这个时候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把彭建抓起来，方舟子也是连带的一起诈骗的，对吧？结果这个时候武汉市犯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方舟子是名人呐，彭建是律师啊，当时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嘛，对这些名人和律师啊被起诉啊，有一个规定说对这样的人要慎重，所以武汉市警方不敢自己拿主意，于是就把武汉市检察院请来，双方会商，说这个案子到底起诉不起诉啊？双方互相推，说这事情啊都拿不定主意。最后武汉市警方给公安部刑侦局打报告，请公安部刑侦局裁决。公安部刑侦局也怪狡猾的，发了一个回函说，请武汉市警方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来执行。大家都在踢皮球，所以我就说方舟子啊，你要看了我期节目，我今天告诉你，你和彭建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被中国的警方抓起来关到铁窗里头了。如果不是说当时有这个规定，就你和彭建这件事情就已经关进大牢了。结果最后武汉市警方看着公安部刑侦局也不敢定夺，于是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了，这案子就悬置了，就没有刑事立案。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劝徐波，因为徐波呢就是想把方舟子和彭建送进监狱啊，我就把徐波约到北京啊，他就带着二妞妈一起到北京，我们一起吃了个饭。我说这个时候要赶紧在民事上起诉方舟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事诉讼有诉讼时限呢，一旦过了诉讼时限，这官司不能起诉了，这300万块钱要不回来了，那这个麻烦了。因为方舟子之所以嚣张啊，就是因为他在网上有钱。我当时打假方舟子啊，虽然很多人不再给他捐款了，但是他那个安保资金账户里还有200多万，200多万，一方面他可以挥霍，另外一方面他可以用来打官司。你想想，方舟子这些年在网上折腾别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打官司折腾别人嘛。如果把他钱都搞光了，方舟子他其实也就没有能量了。但徐波这个人呢，300万对他来说确实就是不值一提，这钱可能是一天赚的钱，所以他不想要钱，就想把方舟子和彭建给送到监狱里头去。我就劝他，我说人呐，做事情啊，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有的时候就是实现不了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要先追求次优选择，将来再往最优选择去追求嘛。所以最后那吃完饭之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了。于是呢，徐波就选择在北京起诉方舟子和彭建。最后呢，我呢还代理他这个案件啊，我作为公民代理参加了这个案件的诉讼啊。最后法院判决彭建必须归还徐波300万加上所有的利息啊，而且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还调取了彭建买房的银行流水，证明了彭建就是拿钱就去买房子去了，花了100多万。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跟徐波还是有比较频繁的接触啊。方舟子呢就天天说，他说我打假他，到美国起诉他，都是徐波给我出的钱。说方舟子这个人的小心眼，他就能想到这一步。我在这里可以跟方舟子讲，我到美国起诉方舟子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徐波真的没有出1分钱。徐波这个人平时生活很节俭，我给大家讲几个细节啊。我到广东去见他，他自己开一迈巴赫过来见我啊，连司机都没有。然后到酒店见我，第一件事说，哎，到哪儿去领停车券啊，哥们儿？你想想，一个1年挣1-20亿的大老板啊，见我面第一面先问那个停车券在哪儿。你看，可见这个人他平时在钱上还是比较节俭的。所以我们在美国起诉方舟子，徐波是1分钱都没出。方舟子你就不用想了，真的徐波1分钱也没出，是吧？但是你想想，徐波这个人这么在乎钱，那你想想他被他二妞妈骗了3个亿，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讲他跟二妞妈的故事啊。徐波啊跟这个二妞妈啊好像是认识于10几年前，这二妞妈是个模特，然后呢2个人好了一段时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他2个人没结婚啊，因为徐波是怕别人分他的财产呢，所以全是女朋友，所以他这辈子不结婚。他不结婚的话，他第一个可以不停的找女朋友，第二个呢，这些女朋友都不能分他的钱嘛。所以二妞妈是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女朋友啊。2011年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孩子叫大妞，1年之后生了一个孩子叫二妞。这个徐波特别喜欢这个二妞，所以把这个二妞妈亲切的称之为二妞妈。后来呢，徐波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变化啊，他在网上有2次论战啊，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关注。第一个，他就反女权啊，他认为这个女的呀，就是应该早早的嫁人，也不应该受太高的教育啊。然后呢，
就是应该温良恭俭让，听男的就行了。说他那个当时那个观念在网上引起了很多女性的这个不满嘛，说很多人都在批判他，为什么他叫徐土豪呢？徐土豪就说他真有钱，但是这个观念特别土，所以当时他除了这个反女权以外，还有一件事情，他就要宣称代孕100个孩子。你想想，这是在中国互联网上也炸了，对吧？一方面代孕在中国不合法，对吧？另外一方面，他要代孕100个孩子，那叫1个多连呢，一个排，你想想，就一个排就是20多个人，他4个排啊，他要代孕，所以这个当时他在网上披露这些信息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徐土豪、徐波这人是不可理喻啊。但徐波无所谓啊，他后来就跟二妞妈代孕生产了11个孩子，这是法院判决书上说的啊。后来他又跟其他的女的代孕，陆陆续续生了几十个孩子。他在网上征求过，女的要性格要好，长得要好，跟他一起生孩子，优质的卵子使他的家族的基因越来越好，就这么一个情况了。每生一个孩子，他就雇一个保姆啊，一个孩子雇一个保姆，所以他在自己家里头其实规模挺大的啊，因为他这个孩子也不上学，要请那个家庭教师给他们上课，年纪大的开一个班，大妞二妞他们开一个班，教语文、数学、英语啊什么之类的，年纪小的就开着学前班啊，一大帮浩浩荡荡，非常有规模啊，非常壮观啊。但是他这个跟二妞妈的分歧和冲突啊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在网上都写得很清楚。他说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又来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叫160，什么160呢？就智商160，跟方舟子差不多啊。当场测试160，那徐波对这个女朋友就肯定比较看重呗，在家里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也就一起生活了啊。他让这个160来管家，这一点呢对二妞妈是一个强刺激，二妞妈受不了了，因为二妞妈对过去这个徐波在外面找女朋友啊，她也不太在意啊，反正生孩子嘛。生完孩子，孩子到家里头他来管，他实际上认为自己是正宫娘娘啊，反正是这个。虽然2个人没有结婚，但其实跟徐波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同居了10几年嘛，对吧？但是你现在你来一个女的，号称这个智商高，还管家了，那这不是属于亲门大户吗？所以徐波就说这二妞妈说是个心生嫉妒、吃醋，是吧？他不对，他认为这女性的品德不对，双方就爆发冲突啊。二妞妈一气之下，在2022年的时候就出走去了日本。去了日本之后呢，徐波就让他回来，不回来双方争吵，徐波就管他要钱，因为这2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徐波陆陆续续给他打了8个亿，其中有4个亿说是借款，徐波就管这个二妞妈要啊，二妞妈就陆陆续续给他转回了5.1亿，那还有3亿没要回来，那3亿中间呢有一部分是房产，这个二妞妈也写了条子，说这房产将来归徐波了，但是徐波说你这房子也没卖啊。2023年的时候，这二妞妈从日本回来了，2个人短暂的和好了。据徐波自己讲，还给这二妞妈又转了500万人民币。结果又发生冲突了，什么冲突了呢？就说啊，这二妞妈想要去参加一个奢侈品晚会，徐波不同意。徐波早年的时候，这反女权的时候，就天天在网上表扬二妞妈，说二妞妈对别的男人不感兴趣，对这个奢侈品消费也不感兴趣。说他去香港的时候啊，给徐波买了10万块钱的衣服，自己都不买，平时他自己买衣服都在淘宝上买，特别节俭。那你想想，他对二妞妈想去参加奢侈品晚会的事不接受，二妞妈一气之下就带着自己的母亲离家出走了。从此呢，徐波也联系不上二妞妈了。后来徐波就把二妞妈告上法庭，要求二妞妈还3亿人民币，说二妞妈拿了这个钱不还他，都是借款。法院的判决最后判徐波败诉。我看了这个判决书啊，我个人觉得法院的判决还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徐波虽然说跟二妞妈之间他说没有结婚，只是男女朋友，但是2个人共同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生了2个孩子，又代孕生了11个孩子，而且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的，实际上构成了事实婚姻。你不能说男女朋友，你就是男女朋友，因为徐波当时签这些所谓男女朋友啊、捐精协议啊什么之类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回避婚姻给他带来的财务风险。就是你女的跟你结婚了，她要分你钱吗？徐波不愿意吗？所以搞了这么一个复杂的法律程序嘛。但是他没想到，实际上法院不仅仅看你表面的协议，还看你生活中实际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所以法院认定二妞妈跟徐波之间就是属于事实婚姻。在我看来，
实际上他这个官司说实在在中国打已经很便宜了。徐波这官司如果在美国打，我估计搞不好二牛妈得分他几十个亿。10几年来，这徐波已经赚了多少钱了？这钱如果要是被认定事实婚姻的话，那一半的钱得给二牛妈呀，搞不好上百亿都被二牛妈给分走了。所以中国的法院只说这3亿你别要了，你要不支持，其实已经很给徐波的这个面子了。因为法院说什么呢？说以你徐波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你就是那8个亿给他作为一个生活上的共同花费，这也合情合理啊。而且人二牛妈当时在法院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借款的，借款总得有借款的合意吧？没有啊！你想啊，二牛妈本身又没有这个工作，也没搞什么投资，徐波凭什么要把钱借给他呀？所以法院在做这些民事审理的过程中，不是看一个借条就认定是借款的，他要看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最后法院就以徐波举证不出来这个钱是借款为由判徐波败诉。徐波当时非常生气啊，天天在多益网上发文章，说这个东西对中国司法的最后一丝信心耗尽了，很多人都在笑啊，我也笑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徐波真的不应该再折腾了。二牛妈毕竟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人家自己都说了，这3个亿也不是自己想花，10几个孩子，将来每个孩子分一个人也不过就分个2000万，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这2000万也不多呀，是吧？更何况二牛妈跟你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是有感情的。说实在的，这3个亿不要就不要了，就算不在一起生活就拉倒了。这个二牛妈毕竟不是方舟子，对不对？方舟子我们必须把钱给要回来，实现社会正义。但二牛妈呢，你帮你生了孩子，2个人一起共同生活，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钱就拉倒了。这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说完这个故事，我想讲几点。第一点呢，我觉得一个社会啊，得有这种徐波这种怪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市场经济啊，才会产生这样的怪人。就是你看到吗？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有才华，最后发了大财。很多人心里不平衡就在这儿。徐波有多少文化程度啊？他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呢？但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才会产生这样的怪人，也正是有这样的怪人，你会发现了吗？他们在特殊领域才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说的，打假方舟子过程中间，如果没有徐波这个关键的环节，就绝对不会最后导致方舟子的诈骗集团的覆灭，也不会导致方舟子最后这个网络黑社会这集团的覆灭。那你想想，我觉得这个功劳了不起啊！正是因为有徐波这样的人，他轴嘛。他做事情他不按常理出牌吗？最后呢，你看就揭露了方舟子这样的一个骗局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作为一个有钱人呢，得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间有很多事情是通过钱解决不了的，这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一个标志。你比如说，你可能花钱能找到很多女朋友，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找到亲情啊，不一定能找到感情啊。你可能花钱可以代孕很多孩子，但孩子不一定真的就能跟你产生感情啊。你可能花钱可以买很多保健品，可以买很多药，但你不一定买来健康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不管你有没有钱，钱可能解决不了这个世界中间我们面对的所有的烦恼。我们得习惯有些事情就不能通过钱来解决。就比如说徐波跟二牛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在我看来，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这个感情的问题啊，就需要你用钱之外的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不管对徐波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我认为啊，这都是我在这个故事过程中间感悟出来的道理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